这节课呢，我们来讲 Nginx 的一个动静分离。首先，我们先登录一下我们的这一个主机。这个主机上呢，我们配置了一个 Nginx，我们去修改一下它的这个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首先，第一行 user 后边跟的是一个用户名，后边加一个空格，再加一个用户组也可以。这个地方是之前我改过的一个 3w-dit。如果说你不需要去改的话，它默认之前的那个值也不需要去改。如果你创建了一个用户创建了一个用户名或者用户组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用户名、用户组添加到这个位置。第二行呢是 work process， 这个是 Nginx 的一个工作进程，占用几个进程，这个地方是默认是1，那我们使用1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们的 Nginx 占用的在 Linux 上占用的一个进程。下边的话是错误日志 error log， 我们指定的是同一个文件，后边的话3种错误提示，一个是 info， 一个是 debug， 还有一个是 error。那这3个错误提示的错误代码呢，都会被写入到这个 error.log 这个日志里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文件去看一下我们的 Nginx 的一些跑的一些日志信息都可以看到。然后这个 PID 是我们的 Nginx 的一个进程 ID。如果说你要强制关掉这个 Nginx 的话，可以使用这个 PID， 然后使用那个直接强制关掉也是可以的。这是它的一个进程 ID。work 这个的话是这个是最大打开的这个文件数是65535，也是一个默认值，可以不用去改它。我们看一下这个 event。第一行的话是使用的 user epoch。我们知道 epoch 模型呢是一个Linux 提出的，就是在 Linux 系统上去处理文件描述的一个异步非堵塞的一种方式这个地方指定了 user 使用它这也是 Nginx 为什么能做到高并发的一个原因，因为它使用的是epoch模型。epoch模型主要是针对 Linux 上大量的文件描述而去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不用去改它。然后 work 链接数这个地方是支持最大的链接数1024。我们来看一下 HTTP 这一个模块。HTTP 前面的话，这个地方默认的类型是这个。这个的话，我们经常在什么时候用呢？比如说去下载一个文件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从浏览器访问某一个地址，然后去下载这个文件，可以在站点里面去指定default。如果说它找不到这个文件类型的话，它就会识别不了的话，它就会去下载这个文件这个地方可以注意一下，看一下就好了。这一块区域的话，默认在 Nginx 这个配置文件里面是没有的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看。Server 部分使用的是 Listen 80端口，它是真听80端口，这个Server name 呢是别名。我们可以指定这个 localhost 的，或者如果说有域名的话，我们可以这个地方可以添加多个域名的，比如说我们添加一个 aaa.com 或者 3w.aa.com 是可以指定多个域名。那指定多个域名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访问这个域名的时候，比如说访问这个域名还有带着80端口过来的，那 Nginx 真听到这个链接之后，可以去匹配这个服务站点真听匹配到服务站点也匹配到服务别名也匹配到它就会去走这个服务点，走这个服务这个地方有一个 location 是处理 URL 后边的一个，根据 URL 去判断，去走的哪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 location 然后去处理一些业务，不是业务逻辑是找到我们的这个，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配置一下吧。先把这个
删掉。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指定一个 root， 然后指定我们的这个 Linux 服务器上的一个路径。比如说我们访问某个域名，那根目录默认去找这个路径去访问，然后我们来指定它的这个默认的访问的这个文件名。这是一个域名直接访问过来之后，然后访问的。我们再来添加一个，比如说加一个 web， 或者加一个 PHP 吧。PHP 实际上它下面是有的，它会带有这个，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注释掉。动静分离的话，我们的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先注释掉看一下。这一行默认是没有的。root， 它这句话的意思是用正德的形式去匹配 URL 当中有点 PHP 的这个路径，然后去访问 var-php 这个目录。这是我们的一个动态的一个配置啊。然后下边就不需要改了，然后我们指定的是 var， 我们也去指定 var3w-php 吧。var3w-php， 然后上边的话我们是指定的 var3w-web， 我们去这个目录里边去创建两个目录。去写点东西，什么都没写就跳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去修改完这个 Nginx 的配置文件之后，我们需要去重载一下。重载一下 Nginx， 打错了。那刚刚遇到了一个问题啊，我们再去修改这个 nginx.conf 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错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错误。它这个地方提示了一个括号这就是我们修改文件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修改完文件之后，我们需要去执行这一条命令。这个是 nginx， 然后-t-c， 然后指定我们的这个 nginx 配置文件的这个路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 nginx 是否有错误。我们来去修改一下，它提示的是55行。我们再去指定这个 location 的时候，后边少了一个分号。这个时候我们再保存，再检查一下，提示了一个 OK， 还有一个 successful， 等于成功了。成功的时候，我们来重启一下这个服务，加载一下重载一下 Nginx， 然后我们来去访问一下。那我们这个静态站点已经访问到了，然后我们再来去在后边加一个 index.php。当它
去 URL 当中包含点 PHP 的时候，它走的是另一个那个目录啊，去解析的这个 PHP。这时候我们的动静分离就已经处理完了。